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主要会跟大家分享的是 Anthropic，也就是 Claude 呢，它这个星期发布的几个杀手锏。简单的说，就是他把他手上最强的一些武器全部都公布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会讨论的呢，是他们发布的最新的 Opus 4.7，还有就是他们发布了一个全新的 AI Agent 设计工具，叫做 Claude Design。那这两个工具呢，基本上就可以看作是接下来3到6个月里面呢 Claude 最强劲的一个武器。当然，我们也会讨论就是我对于这个东西的看法，还有就是它目前为止的一些限制。但是在开始正式话题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的一些个人心得，有就是我今天在帮我的汽车打油的时候呢，我发现到我把我们政府的一些津贴呢给用完了，也就是说我这个月已经超过了我们有政府帮我们出的一些汽油津贴。那其实这个汽油津贴呢，我觉得是一直以来马来西亚做的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有政府在津贴我们的一些汽油，尤其是在于那个不是这么高档的，就是我们叫做95的汽油的这一个等级的，基本上一直以来都是有国家在做津贴的。但是之前的做法呢，就是只要你在马来西亚的油站，你自动打到的就是津贴过后的汽油，那它这样子就会发生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呢，外国人，就比如说会有新加坡人，会有泰国人，或者是会有一些不知名的人士。他们在这个国家打油的时候呢，他们同样也可以享受到津贴。当然，这个东西有好有坏，但是你从外国人角度肯定是好的，但是你从本国人民的角度，那就会发现到，诶，那就是我们的这些国家的津贴呢，实际上是在津贴给外国人的。但是呢，我们的政府现在换了另外一种做法，也就是说，它是根据我们的身份证，我们必须确认我们的身份证之后呢，才能够打到这个津贴的油。那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就会打到的是原价，也就是跟市场一样价钱的这个油。那我觉得这个制度就非常非常的好。首先呢，我们不会再津贴给就是非马来西亚的一些人民，这个就变成是政府的这个福利是确确实实的给到了马来西亚人民。然后第二层呢，它可以做的东西就是它会让我在打我的汽油的时候呢，我会实时的看到现在的原价是多少，还有政府帮我津贴了多少。所以本质上每一次我在打油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有感，就是政府其实是在帮我们出这津贴。如果像之前那个模式，大家会习以为常，大家会觉得汽油本来就应该是这个价钱的。但是到了现在呢，因为我们看得到那个市场价，同时又看得到了它津贴的数目，比如说像最近因为战争的关系嘛，汽油起到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实际上呢，当我发现到每一次我在打汽油的时候，那个原价其实是突破了，比之前突破了更多，就是可能去到了一个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原来我打一桶油需要花这么多的一个钱。但是呢，同时间我又看到政府津贴之后呢，我其实实际上出的钱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其实政府是在不断的加大他们的一些财政赤字，在做这件事情。当然，这个东西有好有不好，但是对于人民来说呢，的确是非常非常有感的。这样我自己就会非常非常的感恩，至少我现在打的这个汽油呢，还是属于一个跟之前一样价格的一个状态。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会持续到什么时候，但是从我的角度，我会觉得，感觉政府是有在很努力的想要维持人民的一些基本需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当然，这个制度呢，一定会导致有一些人是没有受到优惠的，所以这些没有受到优惠的人呢，他们当然就会有比较多的怨声，甚至是包括像我自己现在遇到的，就是他调低了每一个人一个月能够使用到的这个汽油津贴的这个利特数，就是基本上就是限制在每一个人大概只能够去打到200利特的这个津贴的汽油，超过了这个数目，你就自己必须去承担这个原价汽油的部分了。所以我觉得这些措施都是非常有感的。然后当我看到我自己把这个月的这个津贴用完，然后同时间还有这个月只过了一半的时候呢，那当然就会有一点点的焦虑，当然就会需要去想办法来解决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星期算是一个我非常有感的一个小事情，同时也分享给大家知道，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汽油津贴的制度。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科技话题呢。那今天的科技话题呢，最主要会聊的就是刚刚我前面已经提到了关于 Claude Opus 4.7还有 Claude Design。那首先 Claude Opus 4.7呢是他们这个星期发布的一个最厉害的一个模型。那简单来说，它就是我们上个星期提到的 Claude Mythos 的一个下修的一个版本。简单来说，因为 Claude Mythos 它这个 Cyber Security 或者是对于这些企业安全、网络安全的部分呢是非常非常的具有威胁，所以他们特意调低了这方面的数值，把它变成了
现在大家看到的 Opus 4.7，所以逻辑上它是在可能 coding 上面会有进步，但是它不会进步到像之前那么厉害的去找漏洞，但在其他地方它都会有一些进步，所以这个逻辑上来说应该要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发布，因为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如果它就是比 Claude Opus 更加高一个档次的模型所稀释出来的这个模型，从4.6去到4.7，应该要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提升。当然，实际上目前为止我用到现在其实没有这么大的感受，然后市场上大家目前为止的反应也没有这么大的感受，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待会会提到的。但是我们先从官方的发布来看，具体它提升的是什么样的一些部分。首先呢是关于指令跟随的部分，也就是说它现在会更加的去知道你在帮他下的这些指令，还有就是他对他自己下的这些指令呢，他会更加确保自己能够跟随到所有的指令，不会可能中间miss 掉了这个步骤或者 miss 掉了那个步骤，导致最后的结果有所偏差。所以首先是这个是提升的。当然，其实我觉得更加重大的一个它的宣布是，它对于多模态能力的一个资源，也就是说，它现在也是同时间能够看到更好的照片、更好的影片，所以它能够更加快的识别照片里面的元素，去用他自己的理解去做出下一步的一个决策，或者是下一步的一个行动。再来呢，就持续提升，就是工作能力相关的，就是基本上 Claude 就是一个非常专注在人类一些工作、企业上面一些工作的部分，所以它在这个地方呢又更加加强了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当然，其实最大的一个更新，或者是大家可能讨论最多的，反而是它的这个成本的一个上升，也就是因为它现在比之前呢是用了更加强大的一个模型，所以它的计算方式有所改变哦。那最后导致就是从官方的这一个宣布来看呢，大概是会多了一个30% 这样子的一个增幅，也就是说你的需要去运算的这个成本呢，会比之前提高了差不多30%。那这个东西最主要会影响到的，当然就是在用 API 的人，还有就是即使我们是订阅，像我是订阅 Max 的这个 subscription 呢，当然就会变成是我每一个月或者是每一个星期或者是每一天能够使用到的那个额度会更快的 hit 到它的一个 limit， 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限制。当然，我最看重的一定是它的这一个多模态的能力，也就是说，它现在能够更加好的去分辨照片。所以，当我发送截图，或者是当我发送我想要的一些 PDF 的设计给他，让他去执行的时候呢，他就应该要变得更加好。实际上，这个东西我的确是有感觉到，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似乎其他的部分都没有感觉到有任何的差别。而且呢，更加重要的东西是，其实之前在4.6一直被大家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当你第一次从其他的地方的模型换到 Claude 的4.6的时候呢，你就会感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跃升，你会觉得这一个 AI 是非常非常的强，非常非常的聪明。但是到了4.7之后，又再次没有了这个感觉，所以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呢 ，Claude 就面对着像之前 OpenAI 面对的那个问题，也就是 OpenAI 发布 ChatGPT 5时候的一样的状况，就是感觉上他们是做了一些微调，可能想要降低使用量。我不确定这个是一个暂时的，还是它的模型在设计的时候就导致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它就跟当时候 ChatGPT 5的这个使用体验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当我换到了这个更新的模型之后呢，我感觉没有之前的那个震撼感，那我也没有感觉它像之前那么聪明，反而我觉得它在某些地方有刻意的让自己的质量没有办法提供那么好的一个答案，所以从整体的使用体验，它就收到了非常多一些负面的一些feedback，包括我自己也会觉得其实完全没有任何惊撼的地方，而且有很多我预设他会做到的东西，但是他最后没有做到。我不确定是因为模型的限制，我不确定是因为 limit 的限制，但是就是我 expect 他会做到的一些工作呢，但目前为止没有做到，所以实际上从整个体验感来说，它就没有像4.6带来的那么样的一个震撼。但是呢，他们就发布了另外一个更加震撼的一个产品，也就是叫做 Claude Design。那简单来说，这个就是一个他们发布的最新一个 AI Agent 的设计工具。所以也就是说的，现在 Claude 呢再次涉猎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也就是设计领域。那基本上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想要覆盖大家工作的各方面。所以对大家来说，可能一般上在制作网页、生成 PPT 这些类型的一些设计工作呢，其实也应该交由 AI 来做。所以这就是它发布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方向。那从官方的角度来看呢，它这个工具最主要想要解决的东西，第一个就是能够让你快速的产生一个初稿，也就是说，可能我在 design 的时候，我一定会有一些速度上的限制嘛。但是如果我现在想要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 prototype， 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型，各种各样不同的雏形，我想要验证一下这样子的设计是不是适合的，我能够快速的让 AI 去帮我生成很多不同版本的初稿，让我进行比较，让我更加的有视觉感，看到现在这个东西应该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在设计一个全新的 app 的界面，
我也能够马上的看到现在我想象中这个 app 的界面的一个视觉感。那我能够快速的去迭代，快速的去修改之后呢，我就能够快速的加快我整个去生产 software 或者生产 app 的这整个流程。这是第一个步骤。当然，你想要生成其他的一些设计，它也是能够非常容易的去做到的。再来第二个部分呢，也就是 AI 持续在做的事情，也就是 AI agent 帮你去做执行的部分，你只需要负责方向的部分。很多更加多的一些工作呢，会完全的交由 AI agent 去执行，然后呢，你就变成是一个退居幕后，或者是看着 AI agent 在帮你去执行那些非常重复、非常花时间的地方，而你就只负责去定目标，甚至是去帮 AI 去做它的下一步的一个指令。所以实际上的一个感受呢，你就可以想象，它就像是有一个设计师在你的旁边跟你一起工作。那这个设计师呢，你必须要给他一些更加多明确的指令，但是呢，所有的设计都是由他去制作的，然后最后给你看的那个版本，你再告诉他下一步想要改什么，下一步应该这样子做。那实际上之前我们一直都会看到一些设计师的抱怨，就是我明明喜欢这个样子，你又让我修改，然后你又让我修改，修改了好几个版本之后，最后你觉得第一个版本是最好的，所以设计师就会有很多的无奈。设计师觉得跟老板之间的沟通，或者是跟客户之间的沟通，会是非常的繁琐，或者是非常的不好玩。但是呢，现在这个工作完全的交给 AI 去做了，也就是说呢，现在老板或者是设计师本人呢，他直接是对 AI 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些命令，那 AI 完全没有这些情绪上的一些困扰，他不会觉得要重新做过是一个非常费事的。只要你有算力，只要你给他付费，那他就能够直接帮你完成，你想要完成多少个版本，他都会帮你做到。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跟以前最大的本质上面的一个差别，就是现在开始呢，是真的是人类在对着 AI agent， 让 AI 去帮你去做执行。这个也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 AI agent 跟一般的 AI chat 最大的一个差别。所以它适合做的一些设计呢，当然就包括了网页设计、App Design，或者是我们一般在用的 PPT，我们在做教育或者是在做的一些报告、Slide Show，这些都是很擅长的。还有就是一些 marketing 的素材，比如说它能够帮你做一个 landing page， 它能够帮你做一个 social media 的一个 posting， 它能够帮你做一些广告的一些图片，这些都是它能够很适合去做执行的。那它实际上的整个工作流程是这样子的。首先呢，第一步就是你能够直接透过文字呢去描述你的需求，它能够快速的产生一些初稿，让你去看到你想象中的画面是不是长这个样子的。再来第二个部分呢，是在于精修的部分，因为其实我觉得设计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当它出现你不要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如何让它去调整成你真的需要的东西。这个就是之前 Notebook LM 一直做不到的部分，就是因为 Notebook LM 它是及时的去生成嘛，然后但是它生成那个图片是一张图片，里面的文字里面的任何的资讯呢都是非常难去修改的。它不是一个一个不同的一个 layer 或者是不同的一个物体，它基本上就是一张图片，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完全的被印在一张图片里面，所以变成是如果我只想修改这个字，我如果只想修改这个元素，就会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这一次的这一个 Claude 的 design 呢，我觉得它最大的解决就是它把这些物件呢都变成一个一个的，所以实际上呢，你就能够透过非常精修的方法，就是我告诉他，这个框我想要这样子做，这个部分的字我想要换掉，这个字我不要了，这个地方我想要这样子的调整，我能够做到这样子非常细的一些精修的一些功能。再来是关于视觉参考的部分，也就是说你现在可以上传很多的图片，让它去辨识，让它去理解，原来这个就是你想要的背景，原来这个就是你需要的 logo file，原来这一个就是你想象中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方向。它能够去理解这个东西之后呢，变成它自己的一些执行上的一些方向，最后出来这个结果就会更加接近你需要的。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Opus 4.7最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它有提升了多模态的能力，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导致这 Claude Design 能够做得更好的一个我觉得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然后呢，它也能够套用自己的一个品牌系统，我觉得这个也就是跟之前我感受到比较大的一个不一样，就是它现在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品牌系统，或者是完整的一个设计系统，也就是说我能够根据我不同的 project， 或者是比如说像我在制作我公司的一些 slide show 的时候，我就喜欢这样子的一个风格，我公司想要做的 slide show 就是维持这样的一个风格，它就能够知道你的背景图片要放这个，你的设计要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你的这些部分是要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它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你的整个设计系统是这样子的，这样子你就能够确保它之后生产出来的那个结果会非常接近你需要的。那这个设计系统就是我觉得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我使用的这个感受中的，它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选择让我去
更加的清楚知道，比如说我的字体、我的背景，或者是我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对应色，或者是其他一些搭配色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些颜色，我的主体的颜色有什么样的一些选择，我的框框应该是怎么样去设计，我的小字、我的大标题应该怎么样去设计，全部都能够让我去做微调。这个时候我也能够上传图片让它去修改，我也能够直接用我的文字去描述，它会自己重新去感知我想要讲的东西，再做一个完全的修改。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完全人工的让我去点按的一个节奏，但它也不是一个只靠完全是靠 AI 去理解的这一个节奏，它是介于两者之间，也就是我能够使用 AI 去描述我的需求，同时间我又能够去点按这个东西，比如说我调整我字体的大小，比如说我告诉他这个部分我就只想要修改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介于这两者之间，所以让我的感受跟之前有了很大的一些不同，也是我觉得最接近目前为止设计需要的一个感受，就是它就像是一个真正的 co-pilot 或者是真正的一个设计师，他是跟你一起去完成这个任务，而不是他帮你完成一个任务，或者是你自己完成这个任务。我觉得它中间最大的这个差别在于这里。那有 AI 的好处呢，就是它会在它设计之前呢，也会像一个客服，也会像一个专业的设计师一样，先去采访你，先去跟你了解，具体你需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因为可能你给他的一个 prompt 是比较 general， 或者是你可能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具体要什么，所以他会开始去采访你，还会问你一些选择，让你更加了解自己需要什么，让他更了解你需要什么，他才会开始去执行。这个基本上就是已经打破了很多我在目前市场上看到的一些比较 junior 的一些 designer 的一些做法，就是他们可能没有这个经验，他们可能没有这个能力，他们不大知道客户需要什么，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引导客户去做到他们需要的一些 design。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 AI 已经可以做到这个程度是，他会尝试去理解到底你需要什么，他会给出一些对应的问题，跟你确定的方向之后，他才开始去执行。所以这个也是让整个体验非常好的一个地方。那最后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关于它的导出的一些选择。那基本上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首先呢，第一个当然就是它现在是可以导出 Canva 的，就是除了一般上我们讲的 PPT、PDF 这些我想象中应该都会有的功能之外呢，我觉得它最强的地方是它直接能够导出 Canva。那你能够导出 Canva， 能够导出 PPT 的话呢，就让这个设计呢能够之后再继续的沿用，或者是就让这个设计能够之后再自己真正用手动去非常 manual， 但是能够非常精细的去修改很多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可能觉得 AI 修改这个部分还是不太好，但是现在你把它放去 Canva 之后，你就能够再进行自己的一个更小的一个细节的调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功能，这个也是之前很多产品都做不到的。所以当它跟 Canva 产生联动之后呢，现在我得到的是一个 AI agent 帮你设计的一个工具，同时间我也得到了一个我能够之后自己手动去精细的修改的一个工具。现在我有了这两个的结合，逻辑上我就应该能够做到任何我想要做到的一个设计。那实际上从我目前为止的体验中呢，这是第一次我感觉到它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靠近我想象中的那个设计的样子。所有的东西也因为符合了我之前的一些设计的方向，所以变成最后出来的结果很接近，也很能够去结合我之前使用的一些版本。所以这个也是第一次让我感觉到真正 AI agent 能够帮助到我在设计这个领域，终于能够开始帮助到我的一些改变。那另外一个导出方法呢，是叫做 hand off to Claude Code，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今天是在做可能 App 的设计、软体的设计，现在你已经有了完整的这个页面的呈现的方法呢，你就能够直接把它导出给 Claude Code， 让 Claude Code 直接去帮你去写它背后的一些程式，最后把这整个软体给做出来，最后把软体的 back end 的部分也给做出来。所以 front end design 呢，现在去到了在 Claude Design 的这个工具上面，然后 back end design 呢就去到了它本来 Claude Code 在做的事情，当两者结合，你就能够非常好的平衡。就是我在做 front end 设计的时候，我也能够马上看到当前的设计是长什么样子的。当我想要做 back end 设计的时候，我也能够很清楚的看到所有的 coding， 所有的功能是不是有到位的。所以它是完整的想要把这整个 coding 的部分设计，还有 coding 的部分都完整的给解决。那我对于 Claude Design 的一个想法，或者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就是呢，你可以把它比喻成就是设计界的一个快餐店。也就是说呢，之前一直以来面对的问题就是可能设计是有局限的，即使有了 Canva 这样子的工具，可能在一个设计师需要设计出来一个东西呢，都还是需要花费一些的时间。但是呢，现在有了 AI agent 呢，这个整个的效率能够更加大幅度的增长，它就像一个快餐店，就是我现在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一下子出了很多个不同的设计，让你去比较，让你去选择。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整个世界每个人其实吃饭的时候，不是每一次都需要吃这样子的一个精致的一些料理的。以前我们只有精致料理这个选择，就是我们坐下来，然后等待
它端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给我们，但这过程中你只能够等待，你只能够付出比较高的一些费用，然后最后出来结果如果不是你要的，你就必须再次去等待第二次。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快餐的选择，有了一些普通餐的一些选择，就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开始去设计自己需要的东西。那一般上我们讲的在social media，或者是我们讲的一般上可能 digital 需要的一些素材，其实我们也不是需要那种非常厉害、非常艺术的一些作品，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可能真的是可能按照一些 template， 或者是它就是符合一些当前的一些 trending， 当前的一些设计的一些元素，我们只需要它好看，只需要它的整个的 information 是清楚的表达的，其实它就能够解决大部分企业在面对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就只是想告诉大家我有这样子的一个 promotion， 我就只是想大家我们推出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些东西，它其实有时候就是需要一些比较 standard 或者是比较一般，但是呢，它是能够使用的一些设计。其实这个是我觉得大部分企业或者是大部分的中小企业会需要的。那这次的 Cloud Design 呢，就是完美的切入这个的重点，也就是说，它让这些不会设计的人，比如说我是完全不会设计的，但是呢，现在我有能力能够量产。他记得这个，我这边讲的关键字是量产，而不是我产出一个设计。以前的 Canva 的时代是我能够用我的能力去产出一个设计，但是现在到了这个 AI Agent 的时代呢，在我没有任何的设计背景的情况下呢，我能够做到的东西是我能够量产很多的一些设计，这是第一个解决的问题。那第二个解决问题就是对于本来就是在可能帮助一些做这些 social media design， 或者是本来就是在做一些比较符合一些商业世界需要用到的一些 design 呢，现在呢都能够加快更多的一些效率去完成。所以就是可以想象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岗位的人呢，现在他们的效率能够大幅度的提升，他们能够 serve 到比以前更多的一些客户。当然前提是这个客户不会使用这样子的一个工具，或者是这个客户没有时间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工具，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它中间的这个界限开始不断的模糊。这个也是 Cloud Design 带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假设大家都开始习惯 AI Agent 去设计之后呢，就会面对之前 ChatGPT 一直以来带来的一个影响，就是现在很少人写文案是需要让人类或者是需要请人去写的，大部分人写文案呢都可以透过 ChatGPT 去帮他完成。所以未来你可以想象，大部分人做 design 也可以透过 Cloud Design 去帮他去完成。当然，如果你是比如说周杰伦，你是想要写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歌词，那你就只能够找到方文山，那你就可能 AI 这边可能 ChatGPT 帮助不到你，你必须付出非常高昂的费用。所以我觉得在 design 也会面对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想要一些非常艺术、非常厉害的一些设计，你还是必须找到这些非常顶级，或者是能够做出非常厉害设计的这些人。但是大部分人呢，其实需要的就好像快餐，就好像我们平常在吃的食物一样，其实大部分人需要的就是 AI Agent 能够帮你做出一些能够真正让你能够落地的一些设计，其实就已经完全的足够你的整个生意的一些使用。那最后，如果让我来做一个总结的话呢，其实我觉得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对于算力上面的这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了，我会觉得其实目前是 Open 4.7的它的使用体验不好，或者是 Cloud Design 呢，我现在面对的问题也是，我甚至还没有把一个 project 设计完，我让他设计了一个50页的一个 PPT，他做得很好，设计了50页。当我开始想要精修的时候，大概我只改了差不多前面的4到5面，我就把我的当天的 quota 给用完了。所以可以感觉到呢，目前是 Cloud Design 还可能还是只是处在一个体验版的一个阶段。目前为止也可以感觉到 Anthropic 现在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它的算力是远远不够的，也就是说它有很多很好的产品，但是都受限于它的算力不够，它的整个 data center 没有办法一下子适应这么多人一下子加入这里去试用这样的产品，或者同时间很多人在使用 Open 4.7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开发。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一直非常大的一个困扰就是，那你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推出这样子一个非常强劲的工具的？你推出这样子一个非常强劲的工具，会让你的整个伺服器的压力会变得更大，因为大家会想要体验这样的一个新的东西，或者是如果你这个产品真的很好的话，会有更多的人一下子切进来，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你的整个伺服器，导致你的 data center， 导致你的算力系统会出现非常大的一些压力。那你本来压力就已经非常大的情况下面，你已经开始让全部人都已经降低质量，让所有人体验感都变差的情况下，你还去推出一个更加强大的产品，这个是我目前为止看不懂的一个地方。那也希望之后呢4.7能够恢复我们之前4.6的感觉，也就是真正变成一个没有被降低使用量，真正去完整做思考。我相信这个4.7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模型，所以就让我们敬请期待接下来的一些改变。那实际上
上我会更加期待的是下个月 Google I/O 的一些发布。我觉得在那个期间呢，它的对手也就是 Gemini 或者是 ChatGPT 呢，他们一定都会发布一些更强的模型。那也希望到时候呢，他们能够发布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不管是关于可能 Cowork 或者是 Code 这样子的一个工具，或者是我们看到最新的 Cloud Design 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希望到时候都能够看到这样子的一些工具的发布，让我们有更多的一些选择，让更多的人能够平衡去这个算力。比如说，大家觉得 Gemini 比较好，可能更加多的人去了 Gemini，那就能够导致 Cloud 没有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算力的一个压力，可能就会让它的体验感变得更好。那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的一些分享，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